本节目由地球当红炸子鸡、火星特工都爱吃的中国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无惧火星挑战、妈妈特工特安心的999小儿感冒药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培养深睡特工、爆梗金句多、提案全通过的喜临门行业赞助播出。你心里还惦记着火星情报局是不？我早跟你说过，火星那么多优秀的喜剧人都在上面失过手啊，更何况火星3年没录了，现在局长也不在，你拿着盾牌也防不住有人喷你呢。而且听说现在有3个副局长，那竞争多激烈，薛之谦话那么密，杨迪梗儿那么多，我说话你现在都接不住，你还接梗儿？到时候人家都说我老伴儿不好笑，我这老脸往哪儿搁？你去火星，你去华莱士冠名的火星情报局第6季，人家是全鸡配汉堡，华莱士吃好。我看你是不想好，你就在这个快乐星期五让我不快乐吧。你今天要是走了，就别回来了。返聘开会，工资翻倍。JK 已经出发，光速正常，摇杆正常，请全体火星特工立即出发。杨黎收到，立刻出发。太奇怪了吧？不奇怪，火星情报局就要回来了，你看到什么都不应该感到奇怪。火星情报局来了！
在地球开会是最烦的，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感谢地球友好单位优酷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地球当红炸子鸡、火星特工都爱吃的中国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感谢中国华莱士。本节目由无惧火星挑战妈妈特工特安心的999小儿感冒药联合赞助播出。3年了，终于又回来了，朋友们，感谢新主爸爸回来了。今天我太开心了，我看到了好久不见的雪狐，还有陆森。真的，都还不错啊，都还不错。但是奇了怪了哦，竟然局长今天没有回来哦。局长不在，局长去哪了？局长去地球呢，有很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了，所以这次呢，他可能会来，也可能不会来。那怎么办？你是不是盼这天盼了很久了？好像你盼了不久一样。哎呀，哎，是这样的，我们俩还情有可原。请问这位是什么鬼？对，什么叫什么鬼？这位颅顶垂这么高的这位女士，经过前面几季的一个积累啊，局长发现了一个问题。哦，什么问题？觉得大家啊，心智呢，就整个一个并不是很成熟。哎呀，智力不高，对吧？啊，整个就是一个小孩的心态，所以觉得呢，如果没有一个家长在，大家不会好好开会。哦，所以就把我叫过来了，因为我带孩子经验也比较多嘛。戚薇，我在这里怎么说？好好笑，把美甲做在手套上了。它里面是灰指甲啊，一个传染俩。谁说的？哦，不用了。我是火星新晋副局长戚薇。除了我要管理好各位特工之外啊，局长还给我们邀请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火星会议观察员。这位前辈他阅历极其丰富，这么急？他从事语言类工作长达50年的时间。天哪！所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火星会议观察员，有请。谁啊？掌声欢迎姜昆老师！朋友们，大家好！我觉得我沉浸在一个非常年轻的世界当中，请你们允许我一个70多岁的退休老头参加你们的这个世界，好不好？欢迎姜昆老师啊！姜昆老师不光是相声艺术家和主持人，而且中国第一档综艺节目是的正大综艺，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正大综艺节目其中有《世界真奇妙》，将以现场猜谜的方式向您播出。我就是学主持的，姜昆老师写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的。你应该最了解的是杨迪，因为杨迪现在是综艺的一哥。哎呀，别，对不对？姜老师，我现在换了一个新的身份了，因为之前录节目的时候有一个热搜说，内娱综艺圈混得好不好的标准就是能不能见到杨迪，所以我是综艺风向标。不错，姜昆老师，现在可以，得到了杨迪的认可。薛之谦，我找了你好久了啊！您为什么找我好久？因为你在北京鸟巢演出的时候。哦，是。那一天我也在看，我在旁边的一个馆里在看俄罗斯的冰上芭蕾舞。哇，老师还是你品味高尚。但是呢，我散场了以后，突然感觉到回不了家了，出不去了。他们说，薛之谦他的音乐会也散幕了。
就全把路给堵住了。我当时就问薛之谦是哪一个？对，姜昆老师专门见到他，我一定要好好的处理一下他，要表扬一下他。哎呦，老师给您添麻烦了，他名气太大了。那可是我是连开3天了，3天都没回去吗？后2天我一直在骂你。哎呀，跟你开玩笑。哎呀，惭愧了。姜昆老师，我真想问你一句，请说。你是希望叫你？我叫七哥。应该叫七姐呀，怎么叫七哥呀？他性格比较刚烈，所以大家管他叫七哥。请问姜昆老师，您希望我们叫您什么方便？年轻人嘛，现在都爱用缩写。我呢，把我自己的名字叫成 JK。JK 哥，好不好 ？Just kidding。Just kidding。哇 ，OK。JK 哥之前有没有看过我们节目呀？哎，我看过，所以对大家都还是有印象哈。比如说这边站起来这位，薇薇，对吗？我没看，我没看，不把了 biu。哇，这位露丝，很多人给我介绍，没有介绍他的姓，我以为他姓胡呢。胡露丝，可以 ，JK 哥，我以后就叫胡露丝。哎，接下来好像跟雪糕有点关系。哎呦。JK 老师好，我是雪芙，以前是副局长，但是韩哥不在之后，我就变特工了。哎呀，是的，这算降职了吗？也不算啦。雪芙每次讲完以后，跟他的名字一样冷得要死，就整个动作。但是他今天是真的要讲，因为他不是副局长，以后他就坐在那个位置，必须要讲故事的。哎呀，对不对？好期待啊！真的好期待啊！好期待。这是一个训练吗？我想。我叫金志文，我也是火星情报局的老特工。是的。然后呢，其实我跟这个露丝和雪芙在火星情报局有着同样的贡献，就是贡献笑。他们笑的美，我笑的声大。就是大概其就这个音量啊。JK 哥，今天你放心大胆的讲，你讲啥我都笑。好。嗨，小 K， 嗨，小 K。OK。哎，他们都说你也会很搞笑的，但是我看过去你搞笑的东西并不多。一针见血啊！一针见血啊 ！JK 哥啊，这季不会让你失望。好。JK 哥，刚才这几个特工都是老特工，这次呢，我们招募了一批故事多又好笑的新特工，我们一起介绍一下自己吧。来，这位深威男士。JK 哥，我们是同行，我是一个说唱歌手。好 ，Yeah, you know, what's up? 哎呀，要 What's up？ 哎呀，要 hip hop 了。为什么 hip hop 要这样？我也没有想到牵手成功，怎么把我牵出来了？我叫张延琪，我是说唱歌手，我的笑点很密集，就像3分出手，我一出场就让全场都震撼。我是火星情报局里最大的笨蛋，你是笨蛋，张延琪是大笨蛋，他是大笨蛋。哎，这还没有介绍人呢。大家好，我是傅首尔。傅妈，昨天晚上傅首尔给我发微信啊，怎么说？说我好紧张啊，没上过这种不讲道理的节目。荒唐的节目是不是？对，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你讲故事时候七嘴八舌哈，你千万别垮哈。跟 JK 哥介绍一下自己啊，我是演员李川，但其实呢，我也是一个带爆的喜剧人，参加了一些喜剧节目，但是那些喜剧节目都没有播。好，但是你好歹让我们知道一下为什么不播嘛，我们这样也知道怎么跟你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是很珍惜自己的羽毛的。大家看过1年1度喜剧大赛吗？嗯，看过。看过。第1季我带去了张弛。
第2季我带去了星仔，你是经纪人？不是，他们是我的搭档。我虽然运气不好，但是我很望我的朋友们。你看张弛和星仔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出来了，所以这次来火星也希望能够望一下火星的各位啊。谢谢。可以。好，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大家好，我是小鹿，哎，我是一名喜剧演员，并且呢，我原来是一名律师，所以呢，会在火星情报局给大家带来一些律政佳人的故事啊。哦。但是，因为我已经不做律师好多年了，所以现在只是一个单纯的家人。人吧，应该只是。这我很早就认识小鹿了，因为经常在网上有人说她是我妹妹，跟我长得像，说。后来他们公司拒绝这个话题了。但是我这里要说一句，他也是单口喜剧的前辈。没错。哦。没。哦，您俩莫非是做过搭档是吧？当时小鹿演出的姜昆老师也在隔壁看芭蕾。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卓璇。哇，穿得好 bling 哦，好好看哦。就是每一个节目呢，邀请我来都需要我有一些功能性。功能性。然后我说我来这边呢，那我就当一下沈梦辰姐姐的继承人吧。哇。等一下，接班人就算了，继承人。感觉沈梦辰躺在床上。你去吧。哇，你厉害了！你敢接沈梦辰的班不得了，沈梦辰又可以搞笑，很厉害的哦。你可以比沈梦辰搞笑吗？什么？你耳朵背成这样没必要。这怎么继承啊？来，欢迎我们最可怕的笑点记录员又回来啦！没错。所以呢，我要在这边重点介绍一下坐在我们对面的这位笑点记录员代表。大运会上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冠军的中国女篮运动员刘雨桐。她是中国女篮的潜力新星，有女版奥尼尔之称，而且这个 title 是奥尼尔本人亲自认证的。哇！对，而且雨桐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称呼叫大宝贝，让我们有请大宝贝跟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是女篮运动员刘雨桐，谢谢大家。我们的笑点记录员会全程记录各位特工的表现，根据大家贡献的笑点值、搞笑值，选出每一期的王牌特工。哎。我们会从命中笑点、爆梗金句和完整故事3个维度来评价全场高级特工的笑点贡献值。逗笑观众1次相当于投篮命中2分。如果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金句，就是投中了3分球；接梗就是助攻，跑题就是出界。而如果你没能把故事叙述完整，那就相当于抢断失去了得分的机会。总的来说，我们就要从最客观的角度选出本节目最好笑的故事，以及讲出最好笑故事的人。哎，总结一句话就是谁最好笑，谁就是本期节目的王牌特工。终于可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提案了。每一季的第一个提案一般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般这种任务都是我或者薛之谦来担任。哎，那今天我们破个例好不好？破个例，因为毕竟我们俩已经是副局长了，是，没必要再和大家争王牌特工的身份了。哎呀，你这话说的。本季的第一个提案，刘维来。作为6季都在的火星元老，我想告诉各位，火星情报局是一个什么局？是一个朋友局。既然朋友聚在这儿，一定是要聊点朋友之间的话题。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好怕我哭啊，因为我好久没有说这个词了，真的。哭吧哭吧，你哭出来，待会儿就哭出来。我发现，地球人总是莫名其妙的破防。有病！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啊？
好怀念哦，刘伟，你这动作一出来，好怀念哦，真的，是不是？是的，好 low。海拉，给了。这次我的提案就是地球人总是莫名其妙的破防。其实破防在我们年轻人身边无处不在。有些年轻人不开心的时候会破防，感动的时候会破防。所以啊，今天我就想利用这个话题，把现场这些特工，你知道内心当中最私密这种破防点，全部公之于众。好，来，我必须得说，我在这个破防的路上，有一个人一直都是我的一个绊脚石。谁？薛破防。从我步入这个行业开始，薛之谦就一直让我破防。哎，为什么？05年我也是一个歌星出生。歌星出生是什么意思？歌星就是，就生下来就是歌星，一生下来就唱歌的，就啪掉在地上，我就是没有老师，因为我出道就是跟老薛一个比赛嘛，后来我拿冠军，然后那个老薛是前4，后来老薛现在红得不得了，而我还一般，所以我就很破防。其实薛之谦生活里就是常常让他身边的朋友很破防，因为我常常跟薛之谦录通告嘛，然后每一次在录通告的时候，其实我都是妆发精致的去他的直播间，啊不是，直播间，啊不是化妆间。然后呢，我每一次妆发齐全，你也知道嘛，大家见面嘛，大家都互相鼓励。我一进来我就是那种，嘿，老薛好久不见，然后老薛就一边做头发一边看着我这样。你好胖哦！每天吃多少啊？能不能减肥啊？这么夸张吗？真的。薛之谦，我们这些都是背地里说，你干嘛呀？你是真的胖的时候，真的胖。然后他整个化妆间所有的团队的人，对，胖子。好烦啊！然后后来我就因为薛之谦一直说我胖，我就很努力的减肥。我那个时候是人生帅气的巅峰，非常瘦，很帅。然后当时我又跟薛之谦一起录影，然后薛之谦啊在画一半还是这样，定睛一看，我们真的老了，你真的老了，胖点还反倒没有那么显老，好挑剔啊！你这难过。你这在我们姜昆姜老师累了吗？姜昆老师已经坐下了。姜老师，感觉你已经就参入了差不多40分钟，彻底破防。坐一会儿行，坐一会儿行。不能让 JK 哥一个人这么低。姜昆老师是这样的，咱们肯定要低一点的。我们有礼貌，很有礼貌，非常有礼貌。对啊，大家今天只能这么录啊。不是，等一下，你有礼貌吗？导演组他们有礼貌吗？我故事没有讲完呢。哦。他说你们在我面前比低，你们礼貌吗？啊，对不起。维维继续说，坚持。好的，谢谢导演组，谢谢。后来老薛做了一件让我最破防的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啊，薛之谦写歌，一个字儿 expensive， 慢。啊，是贵啊，贵呀啊 ，expensive 啊，我说错了吗 ？expensive 啊，好，我 expensive 是什么？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这个好笑，记1分。大宝贝儿记1分，记1分。这没文化的梗，挺好。你闭嘴吧，你小矮子。这个也好笑，记下来。丑八怪。疯了，维维疯了。他说我丑八怪，姜昆老师，我不客气了。丑八，你原来不长这样。破防了！哎，这话不是好朋友就出不来了，这话一定是绝对好的好朋友才能把这话说出来。你怎么可以说实话？原本长怎样？我当时给你收。好了，不要再聊这个话题了。老年人。老年人。照片。大屏投现在大屏看。好，请坐。
就是老薛啊，这写的歌啊，他是就是肯定是 expensive， 虽然让我等了6年这么久，但是有一件事让我真的非常破防，就是发的这首《藏起我》这首歌啊，版权费只收了1块钱。所以不论呢，大家生活里还再怎么破防呢，还是要珍惜身边让你破防的朋友啊。其实你不用破防啊，之前很多的话都是很关心你的呀，我觉得他是真心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很多来自亲人的，就是说你一句，说你胖就是真的胖，老师是说，说你老是真的老。亲人是在意你才会这么说，对不对？对啊，所以那个不用破防，真正破防的是根本不在你身上的事情，居然有人安在你的脑袋上，那个在破防。刚才薛之谦问了我，你还在吗？让我也很破防。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还在吗？你还在吗？不是，我只是说，老师可能刚刚分神了，人不在这个位置上而已。啊，你们别乱讲，我哪有这么没礼貌？有一次我看到在网上登了我一个相片是我的一个雕塑的像然后就开始传说我去世了关键是很多人给我爱人打电话，家里没事吧？因为都只敢给您爱人打电话了，都不敢给您本人打电话了。看您真没接，他怕我真说话了以后害怕。这接了咋整？多吓人呢！然后我就把这事情告诉我的朋友陈佩斯。陈佩斯说：“坤哥啊，别理他们，我都死了40多回了。”还好姜昆老师专门说了一下这事儿，因为我在软件上也看到过这个。你也以为是真的是吧？我还留了一个这个，没有，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标题没礼貌，没有，就是大家误以为可能，因为它下面的字会容易有那样的影响误会。姜昆老师应该和你的兄弟们组一个那个复活者联盟。确实有很多艺人朋友就莫名其妙被去世。对，我40周年我都去了已经。对啊。好，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请这些老师可以来到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澄清，好吧？我澄清，我还在，我在这儿 ，surprise！ 来，是我呀，哈！我也破防过啊。有一天，我刚进教室，我就觉得不太对劲了，一进去，所有人就这样默默的就看着我，我就发现有人在那儿笑，就哈哈。我在心里面默默在想说，会不会是有人要跟我表白啊？真的假的？等一下，好自信哦。然后我看到边上就有人在那边讲话，哇，长得好漂亮，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就是这种，然后我默默的就坐回到我的位置上面，然后我旁边那个同桌一个女生。我喜欢你，就是女生。别啊！我先让我演这段呢。女生。然后呢，他就这样碰向我，然后这样。他让我看那个旁边的那个文具盒。让你看文具盒。我心想，放在文具盒里的纸条是吗？太幼稚了。好自信。然后我就啪一打开。我当场就破防了，什么东西啊？小纸条，情书。我看到我的文具盒里面有一个绿色的寄虫啊！我最害怕那种肉的、动的、蠕动的那种，好恶心啊！然后因为我害怕过度了，就把它吃了。哇，加菜了！哎呀！我内心我就强装镇定，我直接抓起来，用我所有力气，啪摔在地上，我就把那虫子摔死了。然后里面一个钻戒就掉出来了。原来真的是表白。我喜欢你 ，I do 。有病吧，杨迪？有毛病啊！
然后还有一次很破防的是，我后面有个男生，就比如你是我后面男生，我就坐在你前面，我好忙。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头发很长，就像现在一样，但现在是假的，你不要使劲扯，等一下会掉。我要扯什么？扯你头发？啊，对。哦，那时候男生很喜欢扯女生头发，因为他可能喜欢你，他想引起你注意。你跟我想的一样。班上同学只要对他做点啥，他是不是喜欢我？怎么这么自恋？结果突然有一天，他拿出一个火鸡啊，是那种吃的火鸡吗？很大颗的那种。然后我就闻到，除了火鸡本身那个火味之外，它就有烧那个头发的那个味道。啊！我马上把我的头发往前面捋，发现有一坨已经坨在这边了。焦了。哇，你知道女生头发坨在这，你开玩笑吗？你不喜欢我可以。还有那么多人有可能会喜欢我呢，你怎么能烧我头发？你也把它拽起来，往地上一刷，然后里面一个钻戒就掉出来了。听完这么多问题，我只想问7位一件事情：有人向你真的表过白吗？有一个啊，有一个，李承铉。哎呀，我无话可说。我们听一下真正的妈妈的故事，好不好？傅妈妈，首尔。哦，我分享一个，就是破防有很多种嘛，然后前面你们有讲那个恐惧，对吧？愤怒、感动。感动。然后我的那个破防是委屈。怎么说？你也知道我比较擅长做牛做马嘛，对不对？就是大家知道现代人怕什么吗？什么？体检。哦，对吧？怕吧？你要问我们的话，我们会插话的，你要小心一点。没关系，随便插，我已经找到节奏。哦，厉害了。驸马，你的那个裤子上是不是有山竹？啊？是山竹吗？要不然是火鸡吗？啊，不是，是蓝莓。花吗？你这个插的也太远了吧？7位，我们插话的时候是因为他的故事我们在听，好歹插人家的故事，你完全没听。因为驸马说他准备好了，我测试一下。他考验我，所以你很害怕体检。我很害怕体检，他也回来。我们平时就是工作繁忙啊，工作繁忙，日夜颠倒，做牛做马。哎，对，我就觉得说我能检出什么好结果呢？有点怕。然后我朋友就说去嘛，是死是活心里有个数。然后我去检，结果就是我惊呆了。哎呀，糟了！我全身上下怎么了？没有一个好的。唯一不正常的指标是体重。哇，还可以。不是，我得知自己的生理如此健康，我的心理就有点不健康了呀。为什么？因为我就很委屈，我想说我一条贱命，越累越壮。为何如此形容自己？然后连医生都愤怒了，说怎么可能呢？啊，你这条命不应该啊！医生说。对啊。不，要不要重新检查一次？我说那倒没必要，就把机会让给老刘吧。啊。检查结果彻底让医生觉得合理了。怎么的？浑身？对，没有一个器官没有毛病。啊。那我也是关心他了嘛，我就问他，我说你整天什么都不干，悠悠闲闲的，怎么把自己搞成那样子啊？他说你现在知道我有多累了吧？然后那一瞬间我觉得好委屈啊。破防了。就是我如此辛苦，但我如此健康。我说如此健康，显得我没有那么辛苦。于是我应该继续努力，继续辛苦下去。耶，驸马。小付，你刚才讲了一句话，你说呀，破防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对。有的破防就是让一个人、2个人，有是一个人让所有的人破防。破防哦。谁呀？啊，谁呀？宋丹丹，丹姐。哎呀，下蛋攻击。熟悉吧？丹姐干了什么事儿？我们一起参加一个网络的这么一个会议。这个网络的人发言有一个毛病啊，就是说话经常要掺很多的英文啊，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个 meeting 啦，我们大家一起要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啦，是不是？就大概类似于这种。你的词汇量确实匮乏哈。他们讲的都是一些术语，专业术语，听不太懂。啊，今天我们这个 team 嘛，在一起专门研究什么 ISP 和 ASP。哎呀呀，听得完了以后，脑袋都晕得乎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是我们的生活内容。听不太懂。这时候呢，丹丹姐她上去了，
他说的，刚才你们讲的这些话吧，我只听懂了80%，其中20%你们说的外国话，我实在听不懂。我们是搞艺术的，我就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窝老鼠想出洞，但是一只猫在洞口，所以呢都不敢去。这时候来了一只老的老鼠出来，它学狗叫唤。结果猫一下子就跑掉了。哇！他带着小老鼠出来以后，得意地跟他们说：“你们看，学一门外语有多重要。”只有我一个人笑在那儿。那这样怎么收场啊？丹丹姐在那儿就说：“对不起，我不是说外语和狗叫是像的。”我说：“你别解释了。”越描越黑了。我不是说你们是狗，我没有说你们在狗叫。当时让所有人都破防了。这个属于什么？属于自己的梗给别人讲的时候，你其实是怀着善意的那种。他是戏谑开玩笑。对，戏谑，结果也让大家乐一下，是吧？对。不是，这是属于要包袱不要命，这是。哦，我也有一次破防的事情。哦，你也有哦？对，不是我破防，我有一个伴唱，他很可爱，然后年纪也比较大，然后呢，就他整个头都是光的。啊，我知道谁了。对，你知道谁吗？因为大家熟了，我就说，那就叫光头哥。我跟你讲，他很有意思，就是去游泳啊，什么吉他手啊，各种什么舞蹈老师啊或者都在那边。然后他一进来以后，他进来了，啪一进来，一个头很光的，哇，贼光。然后我们就说，哎，朱哥来了，游泳啊？他说，哎，来了。哇，那些酒店工人连我都叫哥，那这个人应该不得了吧？应该是我的老板很厉害，他就。很嚣张的就走进来，哇，然后身上都没穿衣服，然后穿了三角裤，全裸，神经病啊！穿条游泳裤吧，哇，就是，来，然后就准备往水里跳了，你知道，哇，刚准备跳，被人一拦，那工作人员就拦着他嘛，就啪一拦说，哎，不好意思，麻烦你戴个泳帽。为什么？他要不然会把水弄脏头发。但我没有头发，就逼着他去买个泳帽。那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在憋笑了，你知道，就已经。然后这样好，大门口买个泳帽，但啪戴上以后就往里跳嘛，哇啪跳完以后有2下，哗，泳帽就滑下来了，他挂不住。然后楼上那个就吱，泳帽上来戴泳帽，他就爬上来，然后再戴泳帽，啪掉进去，然后我们全场就要笑翻了，你知道吗？就那个泳帽一直掉，他后来就破防了。就受不了，到最后就是我不游了，我不游了，拿泳帽就丢了这。你给推荐他用油漆涂一个泳帽，防水的那种。哎，其实这个是一个好办法，我下次告诉他。其实啊，生活里的破防有很多，但是工作上的破防也非常的多。我相信在这个破防上面，首尔有很多话要讲，是不是？我这个故事一定不会被剪掉。就是有时候人非常温暖的一个时刻也会破防的。我以前在广告公司上班嘛，经常晚上要加班，有时候加到深夜，就是会又冷又饿。然后每次在街边等车，都看到有一个华莱士的门店亮着灯，然后在又冷又饿的时候吃一口香喷喷的汉堡，你会觉得非常治愈。所以在深夜疲惫的时候吃到好吃的美食是会破防的，就像状态糟糕的自己，好像也有突然被照顾到的感动。然后华莱士汉堡的价格是10块钱3个，然后那时候3个汉堡吃不完嘛，年轻人还会互相彼此拼单，然后拼着拼着就成了饭搭子，成为好朋友。那华莱士就像在外打拼的年轻人的避风港，实惠的价格能吃饱，抚慰都市夜归人。哇，好感动啊！谢谢傅首尔这个植入啊，傅首尔的植入，随便说2句都感觉感人。聊完以后就到了我们敖犬，终于到我了！好，带来我的火星破防2部曲，没有音效，老师居然没有音效，哎，尬死人！我试试，我说有没有啊？你说一个。接下来进入我的火星破防2部曲。哎呀，灯光加音效。我再试一下，我试一下。接下来进入我的火星破防2部曲。哎，火星破防2部曲。还是没有，全，有毛病啊！没有音效就不能往下讲了。可以讲。
好了，跟大家说啊，破防，我觉得在我身上不太容易出现。哎，为什么？我这个人好像不太容易被感动，也不太会觉得委屈啊，还是伤心啊，就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哦，是的。我现在单独看薛之谦，我也没什么感觉，就是没感觉是对的，我们都是男的啊，对。直到我做完一件事情，我发现我频频破防，频频破防。自从我录完《火星》第5季啊，我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录完《火星》，我会在开车的时候播薛之谦的歌单啊，真的假的？真的。有一次我在开车开，然后停一个红灯，然后那个红灯呢，就刚好那个 moment 啊，副歌刚好是薛之谦绅士的副歌。我能送你回家吗？可能外面要下雨啦。我能给你个拥抱，像朋友一样，可以吗？就那个瞬间啊，哇！全部第5季老特工那些嘴脸的闪回都来了，嘴脸，那一瞬间才意识到我是这么爱火星，你知道吗？我对火星情报局有多用心？我那年我画了全家福，我画我们大家，你记得吗？哦，记得，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就坐在那个饭店，我就画通宵。薛之谦整晚叫我去吃小龙虾，他们就在隔壁，杨迪笑有够大声，在那边吃小龙虾，我都没去，他就一个人憋在家里，真的。对，维维又叫我，我又没去，我是这种情感的。火星3年了嘛，很久，你看你都开几场演唱会了。那3年我也在休息。可不可以聊重点了？可以，这种重点来了。还没到重点。有一天我在公园遛狗。然后突然，一个视频电话打来了，火星的导演打来了，哦，接起来，嘿，导演，他说你在公园干嘛？我在遛狗啊，哦，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什么？火星重启。敖犬，你有兴趣来做直播带货吗？才哥，好残忍哦你！带货怎么了？我天天带，他也带呀，他卖头鞋，不是这个意思。Listen to me， 我的意思是说，他等了3年啊，火星的导演打给他，他觉得他哇火星来了，他是这种期盼感在的，让他去带货，你说残不残忍嘛？哦，我明白，你期待的是在舞台上绽放，然后不停的摔倒，讲故事，帅气，好笑，然后再回来看到你们的嘴脸，然后电话挂完，我就牵着我的狗，狗就亲眼看着我一路哭回家，亲眼看着自己，狗就这样看着这样。比如说你们2个是我的狗啊，啊，等一下，火星这么多年没有人让我养过狗，对不起，哎，我也没有啊，一个藏獒，一个腊肠，明明是柯基，哼，哎，你好像柯基啊。好了，就先回去了，我就一路哭，可是哭的过程我就觉得好感动，我真的是有一个有感情的人啊。然后都到家了，我狗就不理我了，啊，对，狗不理了，过河就踩狗。然后过了1个月，我看到一个微博热搜，火星情报局强势回归。哇，对 ，yes， 要回来了。我就看到你们发了那个官宣微博。我真的受不了，那时候我就在家，我就破防。我觉得为什么火星情报局没有找我？他们没有找你那个时候，没找我。我的天哪！我后来马上发讯息给薛之谦，我说老薛，火星情报局那个官宣是真的吗？他说就是不可能啊，火星没有你就不好玩啦，没有你的话我就去找他们。我就真的再度破防，又破防。告诉你实话哦，我们一开始发那个微博的时候，对吧？根本就还没有想录哦。只是先拿我们做宣传，先宣传出去再说，拉赞助哦，然后后来就有赞助来了，是真的哦，所以没叫上你啊。后来正式录了就叫你啦。对了，所以是獒犬没有商业价值。又破防了，再度破防。昨天见到你们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哇，等了3年，真的，我真的好想你们啊，真的是真的哇。我们也很期待你回归啊，太棒了！以后我也会想你的 JK 哥。你为什么想 JK 哥？第一次见面而已。
你看看我的嘴脸怎么样？我跟你讲，敖犬是真的有这个本事的。他讲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但你回头想一想，他等于什么都没讲。他真的就是有这种本事。但是敖犬好歹出来讲了吧？对，这有一个真的做到现在仿佛没来过的赵露思，赵露思，赵露思在挠胳膊。赵露思都被蚊子咬了，录节目都被蚊子咬了，你说多久没动过了？露丝，我感觉我坐在这儿这么久，已经破防到现在了，就发现自己7年一点变化都没有。有变化。今天你们来讲笑话，其实我跟雪芙姐是来阐述的。就是先声明，绝对不搞笑。对，没错。就是一段阐述啊。对，绝对不太搞笑，但是就是人情分可以就是加2分，因为这样的话最后不会显得很尴尬。露丝加油！加油！哎，犬哥，我在你后面说，我压力小很多。好笑，好笑，好笑，谁说不好笑？这个也好笑，记下来。好，就我继续说了。好，来，露丝。对，我破防，其实我很少破防。那请坐吧，谢谢露丝。那么接下来讲完了 ，OK。但是在火星破防过，是不是？对。哦。因为火星是我第一个接的工作。你在火星之前从来连任何工作都没做过？对，那是我签公司第一个工作。哇，哦，那很不容易哦。出道的，对。哎呦喂！当时我坐在薛老师后面，薛老师坐这儿，我坐他后面。对，是。然后从你后面坐到了迪哥后面。哎，你坐的都是那种镜头多的人的后面哈。对，没想到吧？因为火星情报局是我们家公司的。哎，我告诉你，这件事情真不得了。我告诉你，要不是赵露思，这家公司都要倒闭哦。我告诉你。我有个大胆的猜想。什么猜想？刚才露丝说，这2个副局长都分别坐在她的前面，公司为了要让露丝的镜头尽可能多，所以才你们的镜头多，你发现了没有？你们是沾了露丝的光才能做到副局长，有可能哦。所以我们才应该感谢赵露丝给我们发言的机会。露丝捧红了2位哈。露丝，你坐这边吧，坐这边，挨着我坐。没有啦，是因为当时弹幕上我也会看弹幕嘛，弹幕上就说薛老师后面那女的谁呀？这不说话，为什么还坐那儿啊？因为那是我第一个工作嘛，我是真的很紧张，就是太紧张了。就我坐在后面，我那会儿我都不敢这样子，我全时时刻刻，然后这样子你知道吗？所以我真的7年主打一个陪伴。哇！然后每次韩哥他会鼓励我要让我说话，其实我是 I 人来的，然后我很难说话，所以每次 Q 我就会很紧张，很有压力，因为我们必须要在所有高级特工讲的空隙插进去，但你如果不插进去，那一趴就过掉了，那很难的，很难的。然后你看所有哥哥姐姐们压力多大，你知道录火星是一个多吓人的事情。深有感触，真的是。就是我前2天去吃饭，然后说你要去长沙，我说对，去干嘛？录火星情报局，然后就你要去录火星情报局啊！但是那一次马上要结束了那一季，在开录之前，韩哥就说露丝你一定要多说话了。然后呢，我就那一次在发言的时候，我就破防了，因为泪失禁，因为太小了，在紧张的时候要去说话的时候，我就想哭。哦，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吧？啊？哦。哎呦，露丝也要举手讲话了。啊！然后我是想，起来，等一下。你也敢哇？大家起来干嘛？紧张，有点紧张。别紧张。深呼吸，深呼吸。来，深呼吸。因为局长经常给我好多机会，但是很多时候我都没有就把握住那个机会，就是我不好。好做作呀，妈呀！好做。因为我也不经常发言，我也不说什么话，然后就会觉得来了那么多期，没有对火星付出过什么，但是我就想起来说2句，你就硬不好意思。
因为是第一个工作嘛，感觉也没做好。哭完之后呢，哥哥姐姐们都安慰我，就没事没事。但我一下节目之后，就有个人告诉我说：“你说你不会录吗？你不是挺厉害的吗？很会演啊！”啊！那一刻崩溃了。那一刻我是破防，因为我还没有演过戏嘛，那会儿还没有演过戏。就因为这句话，你演戏去了。说完这句话以后，好的，我以后去演戏。这是一个莫大的鼓励，挺会演的，说我。对，然后那一次我是真的到现在会想起来还是很破防，就会有一种你的真情实感的东西，但在人也就是还是很亲的人。谁说的？谁？我呀，当然是。露丝好像听歌也会哭是吧？火星人来过这首歌。哦，我特别喜欢舒老师这个火星人来过。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那首歌特别像火星人的孤勇者，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那首歌我会觉得很燃。那你这么说的话，你的意思是什么？是要唱一下吗？我想要发挥一下。好。怎么唱的？怎么唱？我在听新闻说，他曾来过。停一下啊！等一下，哎呀，我就知道。不是，等一下，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好听，加油，露丝！不是，当我没出来过。第一句的。OK 了，我练了很久啊！好，准备。我跟你说，等一下，我先说一下，这个是临时加的，因为我之前录火星的时候，我都会放这个歌，所以我今天在化妆的时候在放这个歌，然后我的那个 PD 姐姐她说，耶，你会唱这个？我说我会唱。后来才哥就来了，才哥就破防了，明白？才哥一整个，才哥说，要不是你，公司早就没有想唱什么都可以，命都给你。哎，快点再来一下。好，来 3、2。同学，哇塞，像手鼓一样，你就打个拍子，你都没打到，自己协调一点，好不好？好，那这样子好不好？我唱，我帮他唱前面。哦。我在听新闻里面说，哎，不好意思，你怎么了？擦掉。怎么回事？擦掉。哎，你不是歌手吗？确定是你的歌吗？谁写的？是你的歌吗？退票！听新闻里面说。啊，重来好不好？给次机会啊！来哦，我知道了。我在听新闻，哎，真的没找到。我哒哒哒滴答滴答滴答 ，OK。哎，等一下，我的歌要你教我。加油！奇妙。好了。我在听新闻里面说，他们曾来过火星人的心脏靠左。我也曾听到人说，他没有管我，他们一定看见什么我。如果跟自动人直播。很诚实的承诺，已经能懂。假如人人没点起火，我们会让那生活，你是否真的会刚离群的我？火星人来，火星人来过，火星人之。可以了。
刚刚一直在我前面唱，我都是镜头，感谢。感谢露丝，真的好，成长了，长大了。长大了，长大了，这个事情要分这么讲，不是说他今天唱的有多好，是他的进步。这一路过来，他从第一期开始，我们看着他真的是什么都不会，一张白纸，到现在敢上台这么唱歌，其实真不容易。掌声送给露丝，谢谢，谢谢，谢谢，太不容易了啊！我这个成功了啊！赵露思迈出了这一步，接下来是郭雪芙。哇，压力好大哦，压力好大，人家给你压力很大哦。我压力超大的。加油加油！雪芙，雪芙，雪芙，我来了，我来了。雪芙，雪芙。好，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片吐司让我超破防。你说的是吐司，是平时吃的那种吐司吗？对对，一片吐司，吐司。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我在拍一档戏，然后那时候戏是要穿旗袍的，然后穿到中期的时候发现太紧了。哦，是不是因为洗了以后缩水吗？就是吃胖了。哦，是你本身的问题啊 ，sorry。然后导演那时候就跟我的经纪人说，是不是该减肥了？啊，反正经纪人就说我以后不能吃这么多东西。那我说那我可以吃什么？他说那不然就是一片吐司。好，可以配别的东西，但是吐司只有一片。配一只烧鸡。好，反正那一天早上也是清晨5、6点的时候就要开始梳化。梳化的时候我就想，我经纪人有做那个马铃薯泥啊、南瓜泥那种，然后我就可以配着吐司吃嘛。然后我就叫我的助理，我就说，哎，那帮我拿一片吐司过来。哦。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没有吐司啊。啊？我说，怎么可能？我昨天晚上明明看到还有半条吐司，怎么会没有吐司呢？他说，没有吐司。啊。他非常坚持没有。我说好，那你把经纪人叫来。哦。我说。Elsa， 我明明可以吃吐司，就一片吐司，不是吗？为什么他连一片吐司都不给我吃？然后我经纪人就傻眼，因为他没想到我为了一片吐司大哭特哭。然后所以之后呢，我经纪人在微信里，我的名字就叫一片吐司。等一下，那个雪芙啊，故事讲完了吗？差不多啦。它是一段阐述，我已经提前告诉过你了，是吗？对啊，对不起，是我没有准备好。我这个故事很不错吧？一片吐司，哎。那你这样子嘛，你还没有别的比这个更无聊的故事吗？雪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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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好笑一点。我没有好笑的故事，我只会阐述。他脸红了，他脸红了。哦，我有一个又让我破防的故事，我突然想起来了。雪芙。有一天就是在上表演课的时候，表演课哦，表演课的老师就说：“好，你要想一下，就是什么让你最难过。”哦，一片吐司。那个时候一片吐司还没有出现，还没有出现啊。反正那时候就说让你想象你最难过的事情，你要表现出来。OK。然后我就开始想象，我想象什么什么可以让我很难过呢？我突然把自己想得很可怜的，就是我没有得吃饭。薛之谦后不后悔？OK， 没，等一下，他这只是铺垫，我接下来，然后呢？还没完。然后呢？然后我就哭了。这个就是把一片吐司换汤不换药的又讲了一遍，内核没有变，一个意思就是吃不了东西就哭，吃不了东西就哭。雪芙这么多年了，你还是原来的雪芙。我很认真，我是阐述故事。其实刚才雪芙在说的时候，我就有点难过。为什么？因为雪芙说自己是那种不是很搞笑的人。你要破防了啊！完了，他感觉要破了。对，因为雪芙刚才他在说他那个吐司的故事，其实我听完很感动。你如果要被逼着管理身材，然后他确实只有一片吐司可以吃，但是又不让他吃，我就觉得其实挺可怜的。有人懂你，很崩溃啊！对，他讲出来之后，大家又因为他没有不好笑攻击他，我就没有攻击他，没有攻击他，不是攻击他，他想恶意解读我们。对不起。不是，我的意思是，
因为他没有攻击，我们是加大他的记忆点。对对对，我只是刚才一直觉得，雪芙因为不好笑，好像这个事情。其实我还好，没事。我觉得雪芙很好笑哦，我也觉得好好笑的。你也在恶意攻击他啊？也不是啦。那我也分享一个我的故事呢。哎，你平时说话的时候都是节奏这么慢的吗？对呀。哦，怎么啦？没有怎么不敢怎么了？我发脾气了，破防了，这么快就破防？其实我在网络上会有人给我起一个名字叫“激嗓之光”。什么意思？就是调侃我的嗓音太尖了，因为我唱歌。没有啊。有一天我妈看到这个心疼我了，给我打了个视频过来，她说：“女儿，你这个激嗓之光是哪里得的奖项啊？”她以为是那种金鸡奖什么的，然后说我找遍了全网都没找到是哪个颁奖典礼啊。然后我说妈妈，它就是一个称呼，然后而且是不太好的称呼。然后妈妈沉默了几秒，说：“那我安慰一下你吧。”没关系，女儿，以后你可能还能代言鸡嗓子喉宝。妈妈这个安慰真的到位吗？妈妈这个安慰蛮有梗。然后我当时就妈妈，你怎么这样啊？你发脾气的时候，就你已经开始火大了，你都是妈妈，你怎么这样？我跟你讲，他跟他妈妈聊天呢，一个话题就一天过去了。然后妈妈说：“哼，你没接住我的梗吧？”妈妈也这么潮流。妈妈在抛梗。妈妈这个手要先，哎，你没接住我的梗吧？那你平时唱歌的时候，真的是会有这种鸡嗓子出来吗？就很尖吗？因为我唱高音比较多。哦，有多高啊？那你会什么唱歌？你觉得比较尖的有没有？青藏高原。来，哎，可以。哎呀，就等这一首了，等好久。来，中间请。呀啦嗦。再高。我给你起一个。哎，他要生气。张延琪。哇，脾气好大哦！刚才那个声是对的，不用唱了。张延琪那个对地儿。来吧。3、2、1，走。不唱了，那个没事儿了哈。哎呀，拒绝参与。这次真的破防了，我们破防了。别怕，我在这个台上不知道唱破多少次，我告诉你，来。你只是在这个台上唱破吗？是的，其他台真的还没怎么破。没有啊，你演唱会也有唱破啊。我破防了，你破防了，我破防了。小年纪揭我老底。你是一个超过你极限的那种高呢，没事儿。对，极限。呀啦嗦，那就是青藏高好，哎呀，可以哦，厉害，有东西。好，接下来薛之谦来，之前薛老师来准备听鸡嗓子。呀啦嗦，那就是心脏。等一下。有毛病啊！这是女生的 key 啊！这是什么？我也讲一个。对，你也破防。你也来一个。哎呀，来，这个一个。因为刚才我听到大家讲这些破防的故事，我在想我自己有什么破防的故事。哎呦，我就觉得我自己有破防的故事，但是最后我还是你讲的破防了。破那个破防，你知道吧？我到天津去，我带着很多的北京的媒体要到天津采访相声小剧场，有很多的观众，但是基本上都是老人。我进去了以后呢，他们最后说欢迎
姜昆上来讲一段。哇！我上去了以后，我先跟大家问候一下，我说诸位，哎，叔叔大爷你们好，你们都是曲艺迷。我刚讲到这儿，底下一个老人家喊：“别讲话，说相声。”啊！一点面子不给吗？我说我不是讲话，我不是讲话，我来给大家来说一段啊，我自己在天津的这个感受。我刚说到这儿，底下又喊了：“别说新的，说老的。”哦，因为他这个小剧场是专门要听传统相声的。哦，这个意思明白了。就是天津这个地方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我们相声演员如果到这儿来，必须要经过天津观众的考验。天津观众不承认你，你永远成不了一个真正的相声演员。哦。然后又有人在喊：“菜单子会吗？”啊，那个就讲地理图。贯口都是贯口，老段子。哎呦，我想坏了，我遇见了一个最大的事情。他这句话可戳到了我的痛点。哎呦，我呢是马季老师的徒弟，马季老师是侯宝林的徒弟。我们这一派呢，基本上是讲新相声，基本上没讲过贯口。明白了，哎呀，咣一下子脑袋就大了。那怎么办？我说得，我今天要栽这儿了。那咋整？我稍微冷静了一下，我说的这么着吧，几位叔叔大爷啊阿姨，我说的我呀没演过您说的这些，但是并不代表我不会啊。我说一段八扇屏当中比较难的一个浑人，就是讲项羽的那个故事，我给你们讲一遍。当时呢，我的这个心呢，就是有点肾上腺素不足，胃部也在痉挛，喘不上气儿了那种的。然后我就非常这怎么说害怕，哆哆嗦嗦的，我就想，哎呀，姜昆，你一定要记住，你千万不能打本，你千万不能，你能记住吗？你已经10几年没说了啊！哦呦，我当时沉了沉心，在想当初，楚国霸王项羽，木生重瞳。重瞳就是2个铜人啊，帐下8000子弟，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之皆因在鸿门宴以刘邦赴会之时，项伯、项庄拔剑闯入鸿门宴，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斗志。张良反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智取桑关，9里山10面埋伏，困住了霸王。霸王士气大败，见前有乌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赶到，抬头望，江中有只大鱼小舟。霸王点头唤之曰：“渔家，将故渡过安去，有薄银相赠。”渔家言告你的人高马大，枪沉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曰：“这有何难？先将枪马渡过安去，再渡孤家不迟。”渔家闻听，顺舟靠岸，枪支搭在船上，马匹拉至舟中，一镐撑开，约数10丈。渔家拱手言道：“项羽听真，我并非打鱼之人，乃韩元帅帐下大将，今日奉元帅之命前来盗你枪马，看你身为元帅者，无金无马，孤足一人，定将落于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国有此败，吾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看来孤乃浑人也。一段故事讲完了以后，有一个老大爷刚要起来要鼓掌，被另一个老大给摁住了。为啥按住了？啊！别鼓掌，姜昆，知道你们不演这个。你看看，他说知道我们不演这个，故意的，就为考考你。行，过关了，呱唧呱唧，大家一起哇！你看看，第2天，天津的小报上写着姜昆天津考试过关。哇，好吓人！我就想，当时要是破防了，当时我就彻底完了。当时自己稍微镇定了一下，尽管肾上腺素不足，我还是盯下来了。但有实力就不怕被破防，对吧？对，大家都要努力加油，随时随地接受我们生活和工作中的考验。本节目由地球当红炸子鸡、火星特工都爱吃的中国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无惧火星挑战、妈妈特工特安心的999小儿感冒药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培养深睡特工、爆梗金句多、提案全通过的喜临门行业赞助播出。妙压相机9块9实现写真自由。本节目由妙压相机特别支持。其实啊，
除了生气和委屈的这些破防，还有很多的泪点破防。是的，就是那种突如其来的感动，莫名其妙咱们就泪崩了。各位特工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瞬间啊？我其实以前20岁的时候是那种文艺女青年，就是很作。会突然对什么流浪的云朵呀、路边的野花呀、擦肩的车流人流啊，擦肩的车吗？那有点危险啊！擦肩的车流确实很危险，就会突然产生共情。啊，共情。有一次呢，我出去玩，我就看到2棵树，一棵槐树，一棵银杏树。知道那个景区的树呢，它上面会写他们的年龄。然后呢，我当时就流泪了。回来我就发了条微博。我说出门看到2棵树，一棵是银杏树，一棵是槐树，一棵250岁，一棵350岁。然后槐树不在的那一个世纪，就是银杏的100年孤独。哇！明明是那棵树在那边长了200多年，然后阳光呀、土壤、肥料都很充沛，突然来一棵跟他分享了100多年，难受的要死。啊！大宝贝，像这种哇哦，但是并没有笑的时候 ，OK 的，完整，是不是要记个分啊？我是那种特别喜欢看《哈利波特》的人，就是有一个点我一直都过不去，我每次看都会哭。就那个江洋小精灵，长得像杨迪，闭嘴，还是挺像的。长相像我，身高像玩哥，穿搭也很像。我就是因为他在海滩上，最后是为了救哈利波特他的朋友，然后在海滩上死去那一段。Dobby is happy to be with his friend. 我每次看这段，我就想起来，就是他这辈子都过得挺不容易的。家养小精灵就一直他们的魔法都是被限制的嘛，而且他们一直在不同的家庭里给人打工，然后他们也没有工钱。然后到后来，多比是唯一一个获得自由的小精灵嘛，然后他又很孤独，因为他想帮助其他所有的小精灵获得自由，但是大家都不理他。哎呦！最后他在海滩上死那段，他说多比很幸福，因为多比在漂亮的海滩上和他的朋友在一起，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怜，然后就是每次多比很幸福 ，Harry。谢谢你，治好了，治好了，不会了，不会了。小鹿刚才说到那个电影，我也想到我有一个电影，我也会破防，就是这个电影是我最喜欢的，没有之一。哦，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叫《泰坦尼克号》。大家对于《泰坦尼克号》的电影的哭点在哪里 ？Jack， 2个老人抱在一起，他那个音乐家们一直在拉，然后拉下去。画那里。画你哭了。把你插出去啊！其实最感人的是哪一幕啊？整个故事全部讲完了，但是他没有讲清楚，最后那颗海洋之心在他手里，然后他丢到海里那一下。哎呀，哭了，破防了。我是不是了解你？是那下吗？我就是这一下。哦。我每一次到那个点，我固定哭，就是老年的 Rose， 然后把高跟鞋给脱了。然后默默地踩上那个甲板，然后他颤颤巍巍的手，然后就拿这个海洋之心，然后他是放下去的嘛，他这一切就释然了，他把他曾经最美好的那段记忆就丢到深海里，那一下我就要崩溃，然后我到现在就开始哭，然后炫哥每次在我哭的时候，他默默这样看着我。然后呢，已经很多次了，他终于有一次忍不住问我，掉了！哎呀，不要这样对高颅顶的女生。好了吗？看一下我好了吗？非常好，非常很好，没问题。他下手都很轻。对，然后我就在那边哭，然后就哭，然后终于等到10几次了以后，他终于忍不住问我说：“哎，我的鬼知道说什么？”对啊。那你猜一个嘛？你猜一个。我猜一个。Why you cry？ 那我说什么？他说你是不是觉得
这个海洋之心太珍贵了，丢掉有点可惜，白瞎了。对，咱们要不然下次买一个差不多的，你带着玩是吧？对，你觉得刚刚那句话我猜得出来吗？其实刚才听到他莫名其妙，不是电影嘛什么的，但是我跟你讲，看演唱会也会很破防。会。因为我在00几年的时候看过一次张惠妹的演唱会，然后张惠妹那个开场就有她的声音，就人没出来，她的声音是“你在吗？”哎，我在呢。我在。我卡又弄上来。今年张惠妹又来开演唱会了，没有想到隔了这么多年，她的开场还是“你在吗？”然后我当时那刻就绷不住了，因为10几年过去了，然后我还在这儿，然后拿着那个荧光棒，我站起来说我在。不是，喂，人家没问你，人问乐队在不在，说快开场了。奏乐就是说那个意思。你闭嘴！你误会了，想多了你。张惠妹其实51岁了。还那么卖力，对，那种感觉就是她依然还能站在舞台上，她依然还能给你传递这种能量。对，就比如说，就在阿妹唱那个3天3夜 ，OK， 加入我的行列，我就觉得她让我加入。不是，你还是误会了啊！她不是让你加入巨星的行列，是加入52岁那行列。不是。演唱会其实有的时候，歌迷的那种内心是别人揣摩不到的，很有可能他突然唱了一首他的演唱会从来没有唱过的歌，你都会马上破防。是不是？就是那种感觉。我想说，我也想分享一个破防，就是前2天我刷到老薛的那个你和那个 dancer 哭的那个视频。鸟巢。无论是喜极而泣，还是说他内心很多的口都已经发泄出来了，那个眼泪，我觉得非常非常让我破防。我当刷到那一条的时候，我也跟着哭。但其实说实话，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是憋着的，就那种破防是我已经知道我必破了。你站在那边上台的时候，你是一直忍着的。今天是绝对不能这一下一上来就这样子像狗一样出现，不行。耳机里告诉我3、2、1要唱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憋了。你就硬忍，然后强忍，到最后轻舟已过万重山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给我18年的一个交代的时候。我当时想，哇，这下我转过去，我不能哭得太惨了。但是你知道我破防在哪个点吗？是所有的工作人员全在那里嚎啕大哭，看着我这下就懵了。因为鸟巢不是大家都有机会演的，那鼓手打到整个手腕，编鼓编到整个进医院，啪砸到那种真是吉他手就所有人都没有错，然后哇，钢琴那个狂练，就所有人那个眼泪同时流下来。那我转身一下，看到他们所有人在哭的时候，我一下子不行了。我想我一定要忍住，这个脸不能太快，一转过来以后，是这样的，就那下确实，因为那个确实比较难忍，那个真的就到那个时候的时候，真正嚎啕大哭的时候，你是管不了那么多了，什么还要什么干嘛没有了。我看你演唱会的时候，一唱《认真的雪》就是哭了的。哎，我跟你说，我跟你一模一样，就是《认真的雪》，大哭。因为你说大家好，我是2007年的学生，2005年。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一起比赛，我就想象到以前那个戴发带，天天拿着吉他，然后那些歌其实都没有红，然后但是他会走到每一个房间说，哎，我写一首歌，要不唱给你听，甚至于看着他洗袜子，一边洗袜子一边还在唱歌，然后突然间他登上鸟巢了，我的天啊！18年了，你知道我这18年是怎么过的吗？今天鸟巢我唱完了，神仙也拦不住啊！
哎，你这他们破防了，鼻子都红了。就是那种看着从小到大的那种感觉，就觉得有一种自己的孩子。什么？不是，这是最后转到占我便宜了。但是不是？我怎么感觉你看着我发育呢？好吓人。你倒是也发育了不少。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刘维这个提案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其实不管是不是在座还是在看节目的人，都会发现自己每个人有个人不同破防的那个点。但是其实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们一样，运动健儿在赛场上拼搏哈，就升国旗和那个唱国歌的时候，我在电视机前面，我看着我都要崩溃了。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宝贝，就你在现场感受那个时刻是什么样的心情？就是我第一次站在国际的舞台上，然后是跟日本队比赛嘛。先是准备活动，入场奏国歌的时候，就是当唱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时候，我就已经就是受不了了，就那个眼泪就是噼里啪啦的往下掉。然后直到把国歌奏完以后，我的眼泪就是一直也是止不住。每一次在赛场上听到国歌，我就感觉自己就是那种充满了力量，能赢100不赢99，就是这种状况。哇，我真的觉得我这个提案非常好，作为第6季的第一个提案。说那么好，我就分享几句吧。其实今天我们在这里聊破防，聊的是什么呢？其实聊的是情绪。我有一段时间跌入了我这几年最低谷。其实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你会经常被误解，你不想去说太多。那段时间整个人非常低潮，然后其实我也不太善于交际，在圈内的朋友很少，然后所以我有什么事情会去跟杨迪分享。有一次我遇到一件非常小的事，其实这件事情我可以去据理力争的，但是我没有。但是杨迪说了一句影响了我1年多的话，才1年多哈，甚至让我慢慢的走出了那种比较的心情。他说：“傅首尔，我告诉你，与其内耗自己，不如消耗别人。”哇塞！哇，难怪你坐到了今天的位置，迪哥。是与其精神内耗折磨自己，少几个字真吓人啊！对，他说与其精神内耗折磨自己，不如说出你心底真实的想法，不要怕去消耗别人。对，成年人能够走多远，就在于你能不能找到那个发泄口有多妙。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这个情绪的出口，希望我们能留住感动，赶跑委屈。释放愤怒，永远快乐。谢谢大家。说得好。哎呀，原来局长在这儿坐着呢。这话说的。那么接下来薛副局长，好呀，我们今天聊了一天的东西，其实是围着破防2个字。是的，其实破防这件事情呢，曾经可能被称为是激动。那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个出口去宣泄。可当这个世界插满摄像头的时候，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你每个成年人活得很压抑，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现在都是很有压力的事情。我还是喜欢以前那个哭哭闹闹，大家可以想笑就笑，想哭就哭的那个年代。所以，这个世界破破烂烂，让我们一起去缝缝补补，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吧。做一个破防也无妨的人。好。今天呢，这个会开的呢，让我特别高兴。我觉着我在这里既结交了很多的新朋友，还学了很多的新词汇。比方说破防吧，我的理解，破防呢是因为我们先设了防，是吧？我们给自己设了很多的无形的这种障碍，所以呢，让我们和他人之间就产生了一些距离，甚至和这个世界都有了距离，是吧？越来越远。所以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人才能频频地打动我们。就像今天这样，刚才大家在一起讲的这些经历多好啊，是吧？我们跟好朋友们在一起，大家都不设防，充满了默契，充满了信任和温暖。那么我们以后呢，就能够更多的跟大家在一起，讲述一些真善美的故事，结交更多
不必设防的朋友，让这种温暖和信任呢继续的蔓延下去。我提议，对今天这个提案，大家一起拍桌子表示通过。好的，大家都非常有共鸣啊，通过。大家也可以带话题“火星6全民情报人”和生活中最让你破防的瞬间发布微博参与讨论，找到最能和你共鸣的火星伙伴。每期开放议题讨论，有机会进入我们的片尾彩蛋哦。好，马上要公布我们今天王牌特工的一个评选了。张露思，啊？你觉得你有没有可能？不可能。但你今天蛮好笑的哦。好，我们接下来要选出时隔3年再次重启的火星情报局第1期的王牌特工。接下来先公布本期3位王牌特工候选人。这节目怎么还搞这个？搞这么紧张？怎么第1期就？对啊，太认真了，好吓人啊！他们分别是。高级特工敖犬，高级特工刘维，高级特工金志文。所以我宣布，火星情报局第6季第1期得票最高的王牌特工就是拥有18个笑点的。刘伟，我们火星有一句老话，全鸡汉堡有营养，特工吃完变局长。希望每一个王牌特工都可以更进一步，成为像我们一样的局长接班人。刘伟，加油！加油！加油！来，有请我们中国华莱士品牌大使。周5不加班的小白鸡为我们刘维呈上王牌特工的勋章。快乐星期5，大家记得去我们华莱士吃全鸡哦。接下来由我们 JK 哥，我们的王牌特工颁布我们的王牌勋章。来，哇，谢谢，很好看啊！这本书很好看，谢谢老师。希望大家可以去听一听老师给我写的歌《藏起我》。谢谢大家。接下来宣布火星情报局第6季第1次会议圆满结束。各位，下期见！下期见！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娜扎。这个人跟你告白，你会答应吗？滚！快离开！我懂。就阳光包袱，我身边也有很多。我们聊的是阳刚包袱。你把阳刚说10遍，小时候阳光包袱嘛，阳光。Hey, Bobby. Hi, Ken. You want to go for a ride? Yeah. Jump in. 开箱，我到底都准备了什么？希望可以博得一些现场女性的尖叫。大家好，我们在火星情报局。这是什么？怎么你还有个机位在房间里面？你看我跟他同一天生日吗？真的，一个。他们就吃苦。来拍一下这个，感谢拍老师的人。好干啊！酒呢？我看不得猛男落泪。真的很大。3、2、1，走！哇，我要落泪了。我就隐隐约约的听他在骂我。不打篮球了，打人。走开吧，你这个人真的。走。哎，真的很有压力啊！我
之前跟小虎同公司。你也是棉花糖的？我是棒棒糖。OK。你能不能不要再吃了？小心我一会儿爆你的料。有没有你欣赏的特工啊？你们3个都还不错。好，我们还不错。还不如不问。来一个就来一个呗，然后我因为 music 一起 DNA 一动，然后表情管理之类的。有的时候张妍希像那个迪哥走过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个画面，算了，就有这种感觉。而且呢，像那种中规中矩的，或者是不太好笑的这种故事，在火星是会被淘汰掉的。因为有些综艺节目是，对，你如果搞太飞起来，会觉得你这个人太用力过猛。但是呢，火星就是要用力过猛，因为刻意发糖那是工业糖才能可以发，就是人和歌这件事情能不能合在一起火？谢谢大家。Hello， 老全你好，我是喜欢你很久的粉丝，因为小时候看过很多你演的经典电视剧，然后期待你在《火星6》里面的表现，期待你能爆出更多的梗，事业越来越好，生活开心快乐。Hello， 成哥你好，听说你又来了《火星情报局》第6季，那这一季呢，也希望你在《火星情报局》有更多的好梗出圈，也期待你在《火星情报局》更好的表现。我发现精神内耗真的很折磨人，这是我在火星最想听到的提案。登录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搜索火星情报局，参与话题互动 ，get 更多精彩内容。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每周5 12点，会员抢先看24小时，非会员周6 12点免费看。